美国称将制裁参与镇压少数民族的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严厉回应，美国大打人权牌，多次针对中国新疆地区制造舆论。先说点真实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21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将对中国境内外和美国境内参与镇压少数民族、宗教团体、意见人士等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次日发表了严厉的回应，美方的声明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谎言，对中方进行污蔑抹黑，无端打压中方官员，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少数民族、宗教团体、意见人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只字未提新疆，但很明显就是为了再次煽动中国新疆地区的国际舆论，企图继续以中国新疆地区为切入点，制造中国国内矛盾，制造中国国内分裂局势。美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宣传着自己自由民主、捍卫人权的正面形象。我们无数次听说过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讲人权、讲人道精神主义。上世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西方国家是如何怒斥谩骂，他们又是如何关心中国的弱势群体，仿佛全人类最有责任感、最尊重人权的思想都来自美西方世界。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世界任何一处的所谓反人权、反自由的行为发声痛斥，仿佛自己是人类道德的执法官，是上帝垂青的白莲花。还是说，美西方国家自始至终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以所谓正确的姿态堂而皇之地插手他国内政，制造他国分裂舆论，相反对自己的反人类主权行为视而不见。中国外交部这次的严厉表态，从3点上回应了美方的所谓捍卫人权。首先，中国的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还轮不到美方来指手画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中国将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看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中国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应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历史的最好时期，14多亿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不断的提升，这是国际社会都有目共睹的。其次，美国是最没有资格大谈特谈人权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犯者恰恰是美国。历史上，美国从肉体、土地、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印第安人进行屠杀、驱赶、同化，全方位系统化的侵犯印第安人人权，这早就构成了事实上的种族灭绝。美国在建国后的100多年里，印第安人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导致美国印第安人口从15世纪末的500万骤减至20世纪初的25万。这还只是肉体上的摧残。在一边清洗印第安人口的同时，美国政府还不断地对印第安文化实施同化政策，彻底导致印第安人文化灭绝。这才是历史上最侵犯人权的行为。就在美国高层说要制裁所谓镇压少数民族的中国官员，美国国内的种族观念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英国媒体《每日邮报》在3月19号发布了一则新闻报道，报道内容称，3月15号，来自德州内奇斯港格罗夫斯高中的啦啦队员，在美国佛罗里达奥兰多迪士尼乐园中的一场游行表演时，一边跳着舞，一边唱着印第安人剥下他们的头皮的歌词。说这是来自地狱的歌谣都不为过。让人更痛心疾首的是，根据当时的视频显示，伴随着美国原住民风格音乐，50多名女高中生一边跳舞一边重复唱着地狱歌词，脸上还充满着笑容。这些女子高中生大多都只有16、17岁，只是一群未成年的孩子。她们并不觉得歌词有任何的不妥。可以看到，刻板印象和种族主义已经深深地印在了美国人民的内心。一群作为国家未来的未成年人，满脸笑容着唱着种族主义的歌词。他们对自己的国家的历史充满了无知，美国原住民没有任何起码的尊重。视频流传到网络上后，引起了网络上的巨大争议。一位美国原住民律师塔拉霍斯卡在推特上转发了这一视频，并严厉谴责这一行为是对原住民的侮辱。许多美国原住民也纷纷评论，认为这是令人恶心无知的行为。舆论在网络上不断扩大，迪士尼官方也不得不下场。
但面对这种实际发生的种族主义行为，迪士尼还不断辩解，说这些高中生是被误导了。该校之前提供给迪士尼的试镜录像和实际表演并不一致，但很快就有人出来反驳称，这一节目在迪士尼已经演出了至少8次，迪士尼不可能毫不知情。的确，这些高中生被误导了，被整个美国的种族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给误导了，这只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很显然，美国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来评价或插手其他国家的人权。我们先说近的，在这2年的疫情期间，美国一边抹黑中国，制造病毒来源中国的舆论，一边对国内毫无管控，疫情在美国国内肆无忌惮。去年2021年的相关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3451万人，死亡人数达到了48万。无论是确诊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是世界第一，真不愧是世界霸主。难道这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这就是美国所捍卫的人权？同样，美国国内的治安问题也因为种族主义的冲突不断加剧，社会安全状况恶劣，全年有693起大规模枪击案，造成44000多人死亡。去年1位黑人在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下丧生。最后一句话是：我不能呼吸了。弗洛伊德不能呼吸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再次让国际社会更加认清了美国人权、种族以及社会治理等问题的严重性，将美国长期积累的系统性社会弊病揭露无遗。难道这就是美国的自由民主？这就是美国所捍卫的人权？希望美国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不仅仅是反映在美国的社会层面。还记得美国4大总统的至理名言吗？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说，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可以制造出优质的长筒皮靴。废除美国黑人奴隶制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每10分钟杀掉一个印第安人。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说，美国必须灭绝印第安人。连任4届美国总统的小罗斯福说，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说白了，种族主义对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美国这个国家的深处。2022年的今天，美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虚假的民主践踏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暴力执法使移民和难民的处境更加艰难。对少数族裔，特别是亚裔的歧视加剧，美国一边国内不断恶化人权问题，一边在国际社会上以人权、自由、民主的理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其他国家进行新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有资格吗？美国没有资格，美国更没有插手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中国人权的资格。